乌军在赫尔松地区的持续反攻，西方国家的专家称，战争的拐点已经接近。那么，俄军会真的面临失去战场主动权的局面吗？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建绍。目前仍在进行中的乌军赫尔松大反攻，引发了网络上挺俄、挺乌两派网友的争吵。而西方专家则认为，赫尔松之战的成败对于乌克兰方面有着重要利益，它将有可能会成为整个战争的拐点。那么，这种说法有道理吗？其实，所谓的乌军获得重大胜利，或者是俄军将数千乌军打残，恐怕都不是真实的情况。乌军向前推进了几公里，占领了几个居民点，突破了俄军第一道防线，摧毁了俄军的部分补给线、弹药库和浮桥，其攻势的战果也就仅此而已。而俄军在赫尔松地区面临的困难也相当大，它的后勤补给线继续恶化，作战艰难也是真的。乌克兰的官员最近表示，乌军在南部正在进行的反攻获得了领土收益，但是最主要的目标是有条不紊地削弱俄军及其后勤补给。从俄乌冲突的整体态势而言，千万不要小看了乌军的这次攻势，因为真的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转折点。当然，这里说的不是乌军可以很快地打垮俄军，而是逐渐地让俄军陷入较大的被动，甚至失去整个俄乌冲突的主动权。西方专家认为，如果乌军真的可以把俄军赶出赫尔松，取得赫尔松的控制权，这将是乌克兰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反扑胜利。放眼战局的发展，赫尔松之战的成败将事关奥德萨的安危，且具有扭转战局的意义。但是从实力的角度来看，虽然乌军占有兵力数量上的优势，但是希望乌军因此而获得数胜和大胜的结果是不现实的。目前，乌军可能更加希望把战场的重心从顿巴斯地区转移到对他们更为有利的赫尔松地区，让2万多俄军成为深度消耗俄军战略资源的变量。俄军目前的选择也是攻击乌军的后勤补给系统，包括道路、桥梁、仓库以及指挥中心。也就是说，双方都通过打击对方的补给线来进行一场消耗战。但就地形的情况看，这里有一个对俄军不太有利的局面，因为俄军在第聂伯河上要进行渡河运输。由于第聂伯河的河面比较宽阔，这要比乌军渡河作战的难度大得多。俄军的后勤运输必须依赖坚固的桥梁或者是浮桥。那么搭建浮桥呢，本身是比较困难的，而且浮桥和桥梁一样，是吧，也容易遭到攻击。而乌军目前所需要渡过的河流相对比较窄，搭建浮桥也比较容易，因此地理环境对乌军来讲相对有利。目前由于兵力不足，装备消耗量也比较大，俄军如果也把战争的重点放在了赫尔松方向，也就是说在困难的情况下维持2万俄军的重击，那么在接下来的数月中发起新的攻势的可能性呢，会进一步降低。赫尔松无论对俄军还是乌军来讲都非常重要。如果俄军放弃了赫尔松，就等于放弃了对奥德萨的威胁，让克里米亚暴露在乌军的远程炮火打击范围之内。从这个角度讲，俄军必须拼尽全力来守住赫尔松，哪怕是付出巨大代价也在所不惜。而乌军呢，因为一旦乌军收复了赫尔松，就会解除对黑海港口奥德萨的威胁，并且呢能够挥军南下克里米亚。总体来看，西方国家所说的赫尔松攻势让战争的拐点接近了，也对也不对。说是错误的，是因为乌军目前没有能力快速的改变战场，这将是一场时间
跨度比较大的鏖战。说是对的，那么乌军可能就是要把赫尔松战役变成一场长期消耗俄军的战役，以便呢最终在俄乌冲突中取得战场的主导权。如果俄乌双方把交战的重点区域放在赫尔松，那么时间越往后，可能对俄军的压力就越大，因为后勤补给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而跨越第聂伯河，向2万俄军提供大量的弹药和装备补给，是一项相当困难的事儿。而目前跨越第聂伯河的几个重要桥梁已经遭到破坏，俄军必须在第聂伯河上架设更多的浮桥，才有可能保证2万俄军的补给。因此，未来战场上的交战重点可能不是双方的正面对决，而是转入双方的后勤补给线的建设和打击，保证自己的后勤补给畅通，而切断对手的后勤补给。从某种角度讲，赫尔松地区的攻防成败真的有可能变成一个转折点。未来它对于俄乌战局的发展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将继续关注。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